2025年澳门国际创作者大会重磅启幕。作为国际化旅游胜地的澳门，以多元文化魅力汇聚全球顶尖创作者，共赴这场创意盛宴，碰撞跨界灵感，为城市注入蓬勃生机。雷探长受邀出席，既能深入参与行业探讨，共赴未来新趋势，更能漫步澳门街巷，解锁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情与人文底蕴。既然来到澳门，我特意前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街区去探访。今天陪伴我的导游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亚洲先生黄伟林。想知道这位本地人眼中澳门的最佳旅游地是哪里吗？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澳门最地道的这个茶餐厅啊，叫什么？南屏雅醉。南屏雅醉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名字。它主要就是可以吃一些早餐啊、茶餐厅啊这样的餐，因为茶餐厅是可以吃一个小餐、正常常餐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。就是杏仁茶那种杏仁味道还挺浓郁的。你要喝吗？你这个是杏仁奶露，那你觉得我这个是什么？开水冲鸡蛋。对，这个港人挺喜欢吃的。这有啥用啊？这厉害。真是澳门人超爱早茶和各式点心。来到这家店后，一位满头白发却步伐矫健的老人格外吸引我。他正风风火火地打理着店内的生意。你就是在全世界里面好，然后你有上那个网红你是网红，所以我也是你的粉丝。你也看过呀？对，看你的很多，他们也看了，他们都说认得你啊。这店有多少年了？这个店啊，60年，1966年开的。东南亚，我是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，大利马卡斯。马来西亚不，我们是华侨。所以说你吃这个以前呢，我们这里是没有冰箱，几十年前没有冰箱，那你要喝奶水嘛，喝奶嘛，你没有新鲜的，那你就坏了。所以那时候这里都是炼奶的，这里的很旺，因为整条街呢，它这里是很早就开的。我们这里的冷气也是澳门街也是第一个的，第一个的。现在这个换了，以前那个旧的已经那什么了，换了。自1999年回归以来，澳门的持续繁荣发展始终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脉络紧密相连。这条古老的通道自古便以澳门为重要节点，将中华优秀文化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际舞台，也让澳门逐渐成为世界认知中国的重要窗口。这刚才想来到这个澳门的这么一家菜市场啊，可是我们是来吃午饭的啊，你说这来这卖菜是怎么回事啊？对，那我就带你去感受一下，因为这个是比较地道的一个东西。这里可以吃，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澳门的人间烟火。这边是卖鱼的。对。对，你好像过来城市业务一样吗？是，手法娴熟。这虾看着挺新鲜啊，大料虾，还很透明的样子。我觉得你夏天可以出来避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这边好多地方都是有空调，最关键这个空调不是一般的空调，就是在这卖鱼的地方都有空调啊，然后你就在这觉得特别凉快，自己进来。对，我们的市场都有空调，还有图书馆。对，还有现在出去都是美食广场，你看，哇，全是人哦。是，哇，全是人啊。我跟你说，谢霆锋老师来到澳门都在这里吃饭。是吗？真的。那说明这个地方是一个同款。同款哦，行啊，我们常人谢霆锋。那你知道谢霆锋吃的啥吗？有啊，他们有拍出来。哦，对，好呀。哇，这边吃的人感觉都很好吃的样子啊。我一说这的人很好吃，感觉自己要吃人似的。看着很好的样子。啊。这个好烫的，哇，真的好烫，真的好烫。哇，是挺烫的，哇。对，好烫。哇，像，我觉得有种那个炸年糕的味儿。可以试一下尝的，很烫。我知道了。QQ 的。就内地说是就是炸年糕那种味道，要我来个什么蟹柳面？我待会想点一个猪脚肉的面。行，好。那我跟你分享。好。哇，他们这个地方，点这个面的人好多呀。什么感觉？很鲜美呀，而且我发现这边做东西很干净，就是它所有颜色都很清楚啊，像绿的也这么绿，然后呢就是跟这个
汤呀什么的就很清晰。来到澳门，妈祖阁是必访的精神地标。传说澳门古称 Macau 便源于粤语中妈阁的音译。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古刹，早已超越了宗教场所的意义。它是澳门与内地血浓于水的文化纽带。从明清时期的商贸往来，到如今的紧密相依，妈祖信仰始终串联着两地人的情感与记忆，见证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。大家看，现在雷店长呢就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妈阁庙，可以说呢是海峡两岸呢都共同的兴奋的一位天后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个妈祖阁呢，它在澳门真的是很有名。一方面我听说它是中国10大最灵验的庙宇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妈祖阁呢，它还是印到这个澳门的钞票上的。这让我点香是吧？我点哪儿？点这啊？点香还是这火好旺啊！火旺。这是点着了吗？好，可以。可以了啊。分下来。今天男主业第3和家是真公公的衣服。红山妈走了呢，鸡头妈走了呢，保佑你们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财运亨通，心想事成，大吉大利，拜三拜。哦，拜三拜。2拜钱，3拜钱，好，顺顺利利，大吉大利。好，好，好，合香挂起，大吉大利。哦，就挂在这里啊。我看他把我这个香挂到了里面，看挂到这边了。看来我们祈求这国泰民安啊，澳门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游客来光临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斗兽场挺好的，因为它是跟罗马的1比1的。哦。还有就是很多澳门人都喜欢来到这里，可能是因为海边嘛，就可以喝酒啊，就是看一下风景。这边还有酒店，有一些时候就可以逛逛街。这边其实主要看起来是一些仿古呀，或者仿一些世界有名的一些建筑啊。它经常也有活动，有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展会，还有就是倒数也在这里倒数。哇，现在呢，雷站长在这个渔人码头这边来尝尝这个火锅啊。这火锅呢，就是没有那么多那种辣的啊，但也是挺有意境的啊。这边旁边就是大海，感觉不错啊。就是好像它给人感觉就很鲜美，它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制的味道，就是调料。对，其实可能煮一些菜，要不然呢就弄一些肉放在里面一起再煮。哦，对，好，可以慢慢吃。此刻呢，雷站长来到这个水舞间来看现在这个表演啊，水舞间这个杂技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来到澳门，水舞间的表演早已让我满心好奇。这场汇聚了多国顶尖表演者的盛宴，以超高难度的科技动作搭配震撼的水上场景，连惊险刺激的飞车特技都融入其中，堪称顶级视听狂欢。直到走到后台，工作人员告诉我后，才发现每一个惊艳瞬间的背后都超乎你的想象。我有经常看你啊，是吗？谢谢，看到你就认出来。谢谢。现在我来到了这个舞台的方向啊，就这个地方呢是它的舞台，他们很多演员就从这边往前走，这是舞台的正面啊。就那种欧洲人长相，他们是大多是从哪来的？哪里都有，我们有英国、法国，比利时、俄罗斯、乌克兰、澳洲，美国都有。我们水池的全水量375万。45万 gallon of water，可是有多大呢？在整看数字的话，可能猜不到。这个全水量呢，有相等于5个奥运会的标准游泳池的全水量。5个。跳水就是从这跳下去的。对，18米高。中间的是24.6。24。对，最高的这2个在中。就他们从那个最上面。对，最后的那个。这个很高的，看到。如果非要我给澳门的秀做个5星推荐，那么一定是2049。这场表演集结了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更难得的是，这样高规格的非遗盛宴，在别处可是很难见到，绝对值得专程打卡。澳门历史街区藏着太多值得细品的韵味，大3巴牌坊上的欧式浮雕与中式纹饰的交融，藏着中西文化碰撞的密码。大3巴牌坊呢，它在这个1637年就建好了。
它呢分为3层，而且呢被誉为是这个立体的圣经，里面写了一串汉字，是什么呢？应该是这个“鬼是诱人为恶”啊。亚婆井的清冽泉水流淌着澳门100年的市井烟火，郑家大屋的岭南庭院与西洋窗棂相映，见证着望族传奇与时代变迁，每一处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。走在这里，仿佛能触摸到澳门的岁月肌理。此刻呢，梁院长来到了这个澳门的文化遗产亚婆井街。相传呢，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老婆婆把这边的一些泉水呢储存起来啊，垒了一个大水池，供当地居民去饮水。所以说，人们为了感谢她呢，就管它叫做亚婆。那么这个街道呢，也成了亚婆井街。早期呢，葡萄牙人呢就在这地方来聚集，之后呢，很多的华人呢也相继搬到这里。真不容易啊！你说以前那些这边都是海的时候啊，没有被填的时候，周围都是大海，所以说炮台呢，它打的就是一些远处的一些船啊。但是现在呢，为了这个拓宽这个澳门的这些土地面积，后来慢慢又开始填海，填完之后，这地方就面积又增大了，但是留下了这些炮台。感觉这些炮台呢，融入当地的居民当中，所以说这个历史的巨变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有啊，经常过来这里，因为我学校在附近。还有就走来走去，因为这里可以看到澳门的风景。哎，那么就是你们跟香港一样吗？都是就是可能小时候学英文特别好吗？还好。还好，对，这也是后来学的啊。读书的时候有学，老师有教。那么就是也是正常教，还是教的更学的就必须要学，还是？必须要学，但是普通话是自己看电视听歌学回来的。所以没有很标准。那现在这边有教普通话吗？有，现在学了。我这个年代是没有的，是要自己学的。对，这个东望洋炮台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。印在他们这个100的纸币上啊，在这个澳门的100的纸币上。现在来到这个关野街，关野街这边有很多小吃啊，各种饼了、包了，在这边。因为这个雪糕呢是没有加奶粉，没有加奶粉的，加奶粉才打得出这个效果。如果没有奶粉呢，它是椰子、椰浆这手工打出来的，它是用手工做的。待会我们去澳门的一个歌剧院。澳门的歌剧院啊，对，这个是在澳门的冈底，对，冈底，对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亚洲第一所的歌剧院，就是这个是吧？对。叫什么名字？它叫江顶歌剧院。江顶。对。冈顶啊。OK。哪个冈呀？它叫冈顶歌剧院。冈顶歌剧院。对。哇，有什么特点呀？但是葡萄牙建筑是吧？对，它里面超级高贵，就是超级好看。对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对，我发现这边有很多葡式建筑的颜色都是很中性的啊，粉粉的啊，它是嫩粉、嫩绿、嫩黄。我觉得挺怀旧的。挺怀旧。因为其实澳门人来说，也偶尔会过来看一下剧。对。偶尔看一下剧啊。对，但是今天刚好有一个展，所以这个气氛就比较有感觉。就是我们澳门经常都有一些艺术展。那有时候就有一些来自不同的世界各地的表演者过来舞台表演。对，因为它的音就会打出来。对，这是肯定的。就是不用话筒，肯定可以。对。众所周知，澳门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，而葡萄牙历史上曾殖民过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。这一历史背景造就了澳门独特的文化现象。如今的澳门不仅保留着葡萄牙风格的美食、文化印记与生活习俗，澳门政府为增进与葡语国家及地区的友好联系，还会定期邀请这些地区来澳门举办旅游推广与文化交流活动，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场景。回归前，澳门与我是模糊的远方；回归后，一枚葡式蛋挞成了许多内地人了解澳门的起点。脆皮藏着葡萄牙的烘焙风情，内馅裹着中式温和甜润。这枚中西合璧的小食是澳门与内地情感连接的使者，让初食在舌尖的碰撞里自然发生。在这些活动中，究竟能感受到哪些特色魅力？让我们一同去探寻吧。既然这个巴西呢也是这个葡萄牙语的国家，所以说呢，这边巴西就献上了著名的这个巴西桑巴舞，桑巴狂欢节。正宗的巴西桑巴舞人穿的呢都是这个比基尼很少，然后就鸵鸟毛插了很多。
哇，我们看到这边他们送了一个娃娃啊，蛋糕纸做的啊，太厉害了。是你们自己做吗？哦，是啊，我刚刚做出来。刚刚做出来，哇，怪不得这个娃娃这么新鲜啊！我们来到一家比较充满葡式特色的餐厅来吃饭啊，海鲜比较多啊，而且呢，感觉很有这种中西合璧的感觉。澳门这座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，既沉淀着中西合璧的千年韵味，又涌动着新时代的蓬勃活力。今天，它正以文化为桥，以魅力为引，将历史沉淀与现代风采完美交融。这场跨越古今的文旅盛宴，它必将席卷海内外的旅游热潮，让更多人读懂它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。